与江澄对视半晌，最终敲定主意。魏无羡道：“那既然这样，现下也太晚了，韩光君便委屈一下，今夜便留在莲花坞吧。”蓝忘机微微颔首，抬脚跟在江澄的后面，正要出去，江澄忽然回头，皱眉疑惑：“你跟着我作甚？”蓝忘机也回头，皱眉疑惑：“方才魏无羡确实说过要他留宿莲花坞，难道不是跟着江宗主出去找客房吗？”同样的，魏无羡也看向江澄，皱眉疑惑：“他不跟着你，难道睡我这儿？”江澄点头：“你说的没错，就是睡你这儿。”蓝忘机、魏无羡啊，用江宗主的话来说，就是如今射日之争刚过，莲花坞百废待兴，能腾出个地儿给你魏无羡留个单间就不错了。哪还有地方再给蓝忘机单找一个客房？于是乎，魏无羡便与他的死敌蓝忘机顺利躺在了一张床上。与蓝忘机同床共枕是件很玄幻的事，魏无羡心态却很是平静。同床是因为他们莲花坞现在没地儿，他可以理解；共枕也是因为他们莲花坞现在没钱，没有多余的被褥掏出来给蓝忘机用，他也可以理解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大家老老实实，和平共处，只要不提云深不知处，我们就还是好伙伴。床有些小，魏无羡睡在外侧，很小心地将外侧的手臂对准床沿，尽量在保证自己不滚下床的前提下，离蓝忘机远点。他道：“韩光君呐，你睡觉不打拳吧？你可别把我打下去。”蓝忘机起身：“你睡里侧。”魏无羡连忙拒绝：“别了，我睡外侧便好。”他自知睡得死，外侧好歹有个缓冲，倘若真睡里侧，万一蓝忘机趁他睡时顺手将他掳走了，他都不知道。要是醒来人已经在云深不知处了，怕是肠子都得悔青。正想着今晚该如何对付过去，放在里侧的手却被人抓住，连带着他整个人都被带了过去。由于对方用力过猛，而他自己又疏于防备，被这一下拽得过了界，直撞上蓝忘机的胸口。他摸着鼻子，头晕眼花啊呀！做什么的身上这么硬？快帮我看看，有没有出血？蓝忘机将他按住，没有。待那阵子疼过去，魏无羡摆出防御之姿，如今形势对他不利，两人离得太近，陈情虽在手边，却等不及他吹响便会被蓝忘机夺去。而蓝忘机臂力如何，他当年也亲身体会过，他痛不欲生，有种自己今夜将要折在此处的预感。蓝忘机忽然叫道：“魏婴！”魏无羡惊得险些跳起来：“做什么？”蓝忘机将被子给他拉上，尽量将声音放柔盖好：“外面凉。”魏无羡转折太快，他还有些反应不过来，傻傻地问：“你不抓我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不抓。”想了想，他又道：“今晚莲花坞收留，改日必亲自上门道谢。”魏无羡闻言连忙往里缩，豪放的一条腿直接搭在了蓝忘机身上，笃定道：“你们家人一向说到做到，既然你说不抓，那就一定是不抓了。睡觉，我困了。”说完便睡，闭眼便着。蓝忘机待醒来时，床榻那边空落落的，原本皱乱的床单也码得光洁平整。恍神间，魏无羡明白了一个事实，自己果然睡得同死猪一般，昨日的那些根本不顶用。蓝忘机若是想，估摸着他现在起床便已经抵达云深不知处了。思及此，魏无羡满意的点点头，对自己的睡眠质量愈发肯定起来，对蓝忘机也少了几分防备，扯着被子又将自己全身裹成一个球，开始他今日并非最后一场的回笼觉。待到临近正午之时，魏无羡才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起来。昨夜蓝忘机那一下砸得不轻，睡过一觉后，身上疼痛更甚，尤其是被蓝忘机重点砸到的腰部，仿佛被折断一般。他扶着老腰，艰难地挪出屋子，一步一拐地往江厌离那里去。昨夜动静闹得大，江澄却为江厌离的安全考虑，未让他跟来。他今日必须得跟师姐好好哭诉一番蓝忘机的罪行，顺便再求一盆莲藕排骨汤。一路上偶遇门生众多，魏无羡那八旬老太一般的走路姿势引来众人侧目。好在他脸皮厚，脸面什么的与他而言乃是身外之物，与某位门生眼神相撞时还能捂着腰，面色不改淡定，无比地点头示意，再笑着调侃两句。途中实在没了力气，还费力去寻了根木棍，拄着走了剩下半段路。打听了师姐的去向，
又行至会客厅前，终于酝酿好情绪，卯足了劲儿，哀嚎道：“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我身上好疼啊！师姐，我受伤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蓝湛、蓝忘机、韩光君，他从天而降，正正砸中了我。你说他一个小古板，好端端的待在云深不知处来莲花坞做甚？”魏无羡猛地推开门，又扔了棍儿冲入房中，眼神随着脑袋转动几下，终于看见了他师姐与蓝忘机、江厌离、阿羡。魏无羡、蓝忘机，他方才能响彻半个莲花坞的哀嚎越来越小，最终归于虚无。魏无羡仔细回想，方才自己当着蓝忘机的面都对师姐说了什么，咂巴着嘴细细品了一番，可喜可贺，人生百味，今日终于要他尝到了丢脸是何滋味儿。